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国服已经推出了珍珠，目前我还没有收到太多的实战报告，不过刚好我的账号也是开始要准备 KVK 了，所以可能之后我会亲自去战斗，然后分享报告给大家看吧，实战报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今天我们要先了解一下珍珠的技能，还有我之前有提问过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还是要讲回他的天赋的问题。那之前我们在游戏中看到他的天赋变成辅助，事实上他的天赋还是技能，所以我才会在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讲，不知道官方那边发生什么事情，最近一直犯这种小错误。第一个问题就是珍珠的第三技能是否主副将都会触发到，我这个已经帮你们确认过了，是会触发的。当珍珠触发了第三技能之后，有治疗的效果，这个效果就会影响到觉醒技能，在接下来3秒内防御力会提升 10%， 造成的普攻伤害会提升 20%。那么因为珍珠它的第三技能是有3秒的冷却时间，也就等于说如果你是搭配诸葛亮的情况下，诸葛亮触发了第三技能，轮到珍珠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是没有第三技能的效果了，它只能拿到觉醒技能的效果，并且在珍珠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有伤害。也就是说在第一轮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诸葛亮触发了珍珠的第三还有觉醒技能，但是不会触发到珍珠的主动技能，各位要记得这个是第一轮，因为珍珠的主动技能是要求在它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的10秒内，如果有治疗效果的话才会再次触发。OK， 那么第一轮就已经过去了，你们要记得第一轮珍珠这边是已经触发了主动技能，是已经有10秒的时间了。然后到了第二轮的时候，诸葛亮释放了主动技能，又再次触发到珍珠的第三技能还有觉醒技能，但是这一次触发到第三技能的时候是已经有附带伤害了，因为在第二轮诸葛亮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还在那10秒之内，在这10秒之内触发到治疗效果，就会影响到珍珠的主动技能，但是这里的伤害数值明显就是根据第三技能的治疗量来造成伤害的，不是根据主动技能，所以跟我之前推测的是一样的，就是根据你当下治疗的系数来造成真实伤害。那么这里已经讲了，诸葛亮第二轮的主动技能已经触发了，并且影响到珍珠的第三还有觉醒技能，并且造成真实伤害。再隔多2个回合就是轮到珍珠第二次释放主动技能了，在这个时候珍珠的第三技能其实还在冷却状态，所以它只是回血一次而已，就是通过主动技能回血，所以在第二轮它打出的真实伤害是根据主动技能的治疗量来计算的。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我是已经做了一个列表给大家看，红色是主动技能，黄色是珍珠的第三技能，蓝色是珍珠的觉醒技能，上面那一排是诸葛亮的，下面那一排有蓝色、黄色、红色是珍珠的，并且你们可以发现到下面那一排红色的框框里面我有写一些数字，这些全部都是伤害数值，可以给各位做个参考。那刚好这个主播是有分享自己的装备还有军器，其实都算是不错了，虽然他的军器不算是最顶尖的，不过已经是比起大部分玩家还要更好了。那么这里是已经帮大家解开了珍珠触发技能的顺序还有规律。再来就是之前我比较好奇的，他的第4技能回血量有5000，那么是不是也是一样会触发到珍珠的主动技能，并且也会造成真实伤害？那我们查看同一份报告的第66个回合，这里可以看到珍珠是已经触发了技能，并且是已经恢复了10884的兵力。它的治疗量不是5000吗？为什么会变成1万多？在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强效治疗跟一般的治疗是不一样的，强效治疗的效果有可能2倍到3倍左右，最少都会有1.3倍以上，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造成诸葛亮的伤害只有2429，那为什么突然打出去的伤害会这么低？不是之前讲好有5000了吗？在之前一直强调过，真实伤害是根据治疗量的 80% 所打出去的伤害，那么照理来讲应该也有4000才对，但是治疗量的计算又会根据我们的攻击力有受到影响，像他这个技能触发的时候会降低我们 40% 的攻击力，再加上这个时候队伍拥有的兵量都已经下降到 60% 左右了，把攻击力乘以 80%， 算上5000这边的治疗系数，再算上自己剩余的部队数量，大概剩下148000左右，最后造成敌方损失了2429的兵力是正常的。然后在一开始我就已经有解释了珍珠它触发技能的逻辑，就是说珍珠的爆发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有爆发是一回事，爆发高不高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当珍珠做主将的时候，它的直接伤害有2800，但是当珍珠作为副将的时候，它的真实伤害系数要根据治疗量的 80%， 还要受到攻击力的影响。
就变成说在刚刚你们看到我分享的一些数据里面，它的真实伤害打出去就大概只有1000多左右。各位要记得啊，这个是已经穿过装备的数据。当珍珠做主将没有穿装备的情况下，能够打出的直接伤害都有5300了，而且是一次性打出去的，而不是像珍珠作为副将的时候，他又要等到主动技能触发的时候，然后主动技能影响到其他的技能，慢慢的把伤害打出去。再加上当珍珠作为主将的时候，他是可以吃到技能天赋的，可是他做副将的时候，诸葛亮做主将他是完全用不到技能天赋，变成如果你们想要伤害高一点的话，就必须要把珍珠作为主将，做副将的时候他的伤害没有这么高。但是珍珠做副将的时候，他的主动技能是可以治疗的，可是治疗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重伤很多。这里也是分享2个报告给大家做个对比，左手边是珍珠做主将的时候，右手边是珍珠做副将的时候，那他们攻击的目标都是同一个玩家，同一个统帅，并且也是没有穿装备的。你们可以看到，当珍珠做主将用技能天赋的时候，他打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而且重伤也比较少，获得的击杀积分也比较多。所以就跟之前讲的差不多啦，如果你把珍珠作为副将的话，其实它最多就是帮你延长生命而已，你讲要爆发要伤害高的话，还是需要做主将。还有像我之前所说的，如果珍珠做副将的话，完全拿不到任何的技能伤害加成，你只能把珍珠当作是辅助统帅使用而已，还有就是帮你的诸葛亮延长寿命之类的。不过我们在战场上其实会时常发生工兵统帅很容易被集火的问题，所以南一也是帮大家去测试了一下，如果是被围殴的情况下，哪一个队伍会比较好。这里敌方是使用了5个部队在同一个时间去围殴珍珠的部队，这里有几份报告都是不太好看的，像是布迪卡搭配珍珠，尼布贾尼撒搭配珍珠，诸葛亮珍珠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讲康威欧最好的就是海尔曼搭配珍珠，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因为海尔曼本身就是辅助天赋，辅助天赋有很多受到的伤害降低，而且也比较硬，释放技能的速度也比较快，而且还有治疗效果提升，对于珍珠来讲会比较有用。所以如果你们发现到自己的队伍很容易被围殴的情况下，其实可以使用海尔曼搭配珍珠，让他去扛伤害，因为珍珠有一只回血的关系，就变成说虽然那个队伍是一直在被打，但至少你的其他队伍争取到了时间，在敌方锁定你的珍珠的时候，你就争取这一段时间拖延敌人打多2-3个技能。但我们自己所携带的工兵队伍其实有好几队，他不一定会去攻击珍珠，而且战场这么乱，通常都是看到有什么部队就打什么部队，除非你的王国 KVK 可能是比较少人的 KVK， 可能对方看到你使用海尔曼会给他们 debuff， 就是针对你的海尔曼来打之外，或许还有一点用处。最后南一还有做3队打3队的测试，这里所分享的报告全部都有穿装备，有穿军器，都有专属，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军器，并且是已经说好了第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工兵，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就是珍珠攻击诸葛亮，我也是有把战斗的过程录制下来，基本上都是有携带珍珠的队伍会获胜。但是相反的，如果是已经携带了珍珠的队伍，它的重伤比例会特别高，因为珍珠一直不断的在治疗的关系，所以重伤比例比较高是正常的。虽然重伤比例比较高，但至少最后是打赢了。那么南一给出的总结就是你可能可以打赢，但是你的重伤比例会比较高。但是我想要另外一个问题啦，像珍珠作为副将的时候，它的伤害这么低，假设对方一开始不是先锁定你珍珠这支队伍的话，怎么办呢？把它留到最后，这样它不是在刮痧吗？因为在战场上不可能像他们这样子一开始就已经讲好我先攻击你的珍珠，先攻击你的工兵部队。但在他们的测试之中，至少是可以看到珍珠是真的很硬，它很耐扛。毕竟你们从画面上可以明显看到右边的那个玩家没有携带珍珠的情况下，他的工兵真的死得特别快。虽然重伤比例没有这么高，但是最后他输掉了。但是重伤比例越高，就意味着你的医院要治疗的兵量就会越多。对于那些没有花钱加速资源不够的玩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过当然今天所看到的测试也只是测试而已，我们在实际战场上的时候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最后还是要看珍珠实战的时候表现到怎么样，之后我会整理报告再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今天的影片有说漏或者是说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对于珍珠的想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